Hello，大家好，我是 Dory。今天呢，不分享便当，也不分享厨具。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5本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书籍。不要意外哈，其实我分享书也不是偶然了，是我很久以前其实就想要做关于书还有电影一块的这种影评啊、书评之类的。我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喜欢的 UP 主叫囧星人，就是因为他的说书系列让我觉得非常的喜欢，无论是语调啊还是解说的台词都让我非常的着迷。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他虽然现在他的 B 站平台已经不怎么更新了，但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的心中就已经埋下了这个种子。今天要分享的书呢，他们有的剧情曲折让我醉心于其中，有的呢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缩影，让我潸然泪下，也有的呢给了我人生非常大的启发，都是诚挚推荐。感兴趣的你呢就接着看下去吧。首先第一本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不勒斯4部曲，这是一个系列并不是一本书，其中包括了4本，我这里只有3本，是因为还有1本被我放在自己的家里了。这个书呢在豆瓣上有非常高的评分，而且这个作家也凭借他的这个处女作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100个人之一。我相信很多人应该看过或者听说过 HBO 出品的美剧《我的天才女友》，我也是因为看了这个电视剧，被其中的这个剧情啊、画面、构图，甚至是镜头语言深深的吸引。那个时候因为我太过于沉迷于电视剧了，所以我总觉得我和那个那不勒斯重叠了。我甚至觉得我也生活在那个破旧的街区里，只要我推开门下楼，莉拉就会站在门口，一脸桀骜不驯地看着我。甚至因为书中的男主角他读那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嘛，我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都没有读完的，因为尼诺我又开始读这本书，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读完哈。因为我当时疯狂的喜欢这部电视剧，我就一直在上网找各种关于这部电视剧的相关信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电视剧它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所以我就去网上把这个系列的小说全部都买了。然后收到书之后，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4本。那是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囫囵吞枣却又小心翼翼的，然后就好像你在高速公路里面行驶，想要快一点到达目的地，一览终点的样子，但你又特别害怕错过沿途细枝末节的一些琐碎。那不勒斯4部曲呢，主要讲述的是2个女孩的在那不勒斯成长的故事。书中描写的2个女孩呢，性格十分的不同，我觉得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吧，你多多少少能够从这2个女主人公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就比如说我吧，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像书中的主人公艾莱娜。然后我也有非常漂亮的朋友，像莉拉那样。然后你站在那个朋友身边的时候，你会失去自己的名字，你只会变成某某某的朋友。虽然闺蜜之间亲密无间但是有一些情愫，就是它是暗流涌动的。就比如说嫉妒啊，或者说是虚荣心作祟啊，我相信女孩子一定会懂我说的这些话。其实这是很难用几句话来表达的，但是这本书呢，把女性内心的一些心理活动完完全全的写出来了。然后她们从孩子成长为少女，然后再变为妇人，就发生了非常多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你并不会觉得这些变化它狗血还是怎样，你只会觉得它非常的真实吧，就是真实且合理。因为这本书的作家是非常神秘的，很多人都怀疑这本书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但是这个作家呢，他是一个比较神秘的身份，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他是男或是女。强烈推荐大家去阅读这个系列如果你读过，你一定懂我在说什么；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那我真的一定要去看。然后下一本呢，就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个书呢，就是在我心中和刚刚的这个那不勒斯4部曲是一样的那种心头挚爱吧，无法割舍的那一种。这本书呢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故事写的书。女主呢，她自小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里，她的父亲是一个极度偏执、躁郁、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甚至她的哥哥也受她父亲的影响，对她会暴力相向。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信仰极端宗教的人，所以呢，他不相信政府，并且不允许家里的孩子接受学校的教育，甚至不准去医院。生了再大的病，多么严重的病，只能靠他妈妈的草药医治。然后，并且他的爸爸还相信世界末日，在地下埋了许多的那个汽油，反正就是特别极端的一个人。然后他们一家的孩子呢，都靠自学识字，
读书，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下，这个书的女主人公最后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博士。这本书呢，也是我一口气就读完的，我大概读了2天吧。然后，因为我非常的有共鸣，我非常的好奇女主她到底是如何就是处理自己和原生家庭的这个关系的。我的家庭虽然不像作者的原生家庭那么夸张，但是多多少少有相似之处。我的爸爸呢，也是一个极度的大男子主义者，所以我就觉得原生家庭中的亲密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解决的难题。我记得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在上课，那是一个下午，我读到其中的一页，就是我一下子就是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感受。我读给你们听一下那段话是怎么。这一块呢是这个女主人公她要离开她生活的那个山野，然后去往外面的世界去读大学。然后她的爸爸是不允许她出去的，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出去了。然后她的爸爸去送她的时候，她这样写的：如果你在美国，她低声说，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1000加仑汽油，世界末日来临时，我们可以去接你，带你回家，让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就是当时在那个嘈杂的教室里啊，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脑袋一嗡，我什么也听不见了，然后我的鼻子就开始发酸，我的眼泪就开始在我的眼眶里面打转，因为有很多同学在嘛，我把眼泪一撇，然后接着就继续看下去了。但是当时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我觉得父亲的爱好像就是这样，会在一些时刻以一种你不能接受的方式向你表达你无法接受，可是你会为此感动，然后难受，甚至愧疚。我觉得生活在大男子主义家庭里的女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讨好型的人格，你会陷入这种原生家庭的拉扯里，然后你会自我怀疑，然后在这种反复的拉扯里呢，你会变得越来越的疲惫不堪。也是这本书呢，也告诉我阅读还有学习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只有学习才会让你不断努力走出局限，知识呢会赋予你勇气飞往你自己的高山，好像就是这本书一样，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然后接下来的第3本呢，这本书的封面被我弄丢了，就是知晓我姓名，作者呢是华裔女孩张小夏。这本书呢记录了她亲身经历的斯坦福性侵案，这个案件好像挺有名的，但是我在阅读这本书之前并不知道啊。犯罪人呢是就读于斯坦福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是预备奥运会的就是运动新星吧，就是还是就是有很多光环的那种男孩子，所以呢可想而知所有人都对这个女主的这个控诉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甚至给她强加一些受害者有罪论之类的。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女主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才守得云开见月明吧。我可能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嘛，就是我也说过我爸爸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就是在此之前呢我也一直觉得，如果说女孩子你想要保护自己的话，那你就不要半夜出门，你更不要穿着暴露。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逐渐感觉得到我内心深处的那种女性自我意识在慢慢觉醒。它是怎么唤醒你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呢？就比如说我有男朋友，所以我不喜欢谁谁谁触碰我的身体，这样的一句话你听起来是不是没什么毛病？但是呢这个作者提出来说，我不希望一个陌生人触碰我的身体就够了。我这么一想，对啊，其实这样才是对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男性。如果说你被侵犯了，你又没有男朋友怎么办？难道交男朋友是让别人尊重你的自主权的唯一途径吗？其实显然并不是，对吧？然后在女主漫长的这个维权过程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生该如何走出人生的这个低谷，自我成长。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处于人生的一个低谷期吧，就是那个时候我刚经历人生的第一次失恋，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包括临近毕业时产生的那种焦虑啊，各种。这本书呢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啊。书的最后有一段话，其实我是摘抄在我的日记里的，就是非常的有力量。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啊，更加的深信不疑。我无法承诺你的旅程会很好，我只能保证它不会好。我无法承诺闪亮的日子或光辉的救赎，只能保证截然相反的未来。你将面临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痛苦绵延不断，顽强不屈。但当你觉得一切都失去了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转折，一个火焰，一个小小的改变。它很微妙，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等待它，这是宇宙的法则，也是我生命中唯一知道的真理。无论你的旅程有多艰难，有多漫长，我都可以向你保证，总有一天它会好起来。真的，我鼓励所有人
你都要去相信你的人生是有转折点的。虽然痛苦绵延不断，但我们坚强不屈，我们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找不到喜欢的事情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让自己保持前进。忙碌和疲惫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痛苦，反而是治愈你的良药。这本书就是在我那个时刻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我也强烈推荐大家来读一读这本书。尤其是你有一些讨好型人格，或者是说你对女性这个自我意识就是不够深刻的话，你可以买这本书来看一看，强烈推荐。然后第4本呢，依旧是自传。我怎么觉得我他妈今天推荐的都是自传啊？就是这本我要快乐不必正常，它依旧是自传啊。就是这本书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那个作家写的，这个作家叫珍妮特·温特森。然后这个作家呢，就是被誉为就是天赋异禀、有才华的女作家，她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啊。这本书呢是讲述她小时候的一些故事，它是非线性叙事，然后通过一些碎片化的故事带你走进他的童年。然后因为他是他养母领养的一个孩子嘛，他的养母呢也是一位宗教信仰者，他被养母限制，除了那个宗教图书之外不准看任何其他的书籍，甚至在他读其他书籍的时候直接把他所有的书全部都烧掉了。但是在他所有的书都被烧掉之后，他并不是难过或者沮丧什么的，他说那我就自己写书。他在16岁的时候因为同性恋被他妈妈赶出了家门，然后在他25岁写出了人生处女作，然后一跃成为全球著名的作家之后，你以为他的家人会放下对他的偏见吗？并没有，他遭到了他养母更大的一个恶意。就是这本书呢，我也其实就是挺推荐给大家看的。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本的那本书呢，我没有实体书，我是通过电子书读的，就是山本耀司的《我投下一颗子弹》。然后这本书呢，我就简单几句概括吧。这本书呢，也是我很多年前读的了。就是山本耀司，他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服装设计师嘛。其实鲜少有人读过他的书，但他的文字呢，是让我觉得挺精妙的吧。然后因为这本书是他的随笔，所以可能不像小说那么的吸引人，但是你能够从他的字里行间里面感受到一些男人的这个内心世界。同样是人物自传啊，我觉得比那个北野武写的那本北野武的小酒馆细腻很多很多。然后因为山本耀司的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嘛，所以他有一点恋母情节。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对女人的描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的文字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格外的冷静，然后有些比较丧的感觉，就是有山本耀司独特的那种日本美学在吧，就是很适合你在闲暇的时候翻一翻。就是当你不想喝鸡汤也不想被打鸡血的时候，就很适合你去读一读这种比较冷静又比较丧的书吧。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推荐的5本书啦。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不妨找到实体书或者说电子书来读一读。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读书的。就虽然工作了之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书了，但就是还是在不断的去读一些书吧。当我真的就是能够沉浸在一本书里面的时候，不被外界打扰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我当下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比起阅读，我可能更喜欢的是沉迷在一件事情中的自己，而阅读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像出版社的一个 slogan， 但我忘记是什么出版社了啊。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让日常阅读成为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我根据这个 slogan 也写了自己那个频道的，也写了自己频道的 slogan， 就是让做饭成为我们寻找什么？让做饭成为我们寻找快乐，不对，让做饭成为我们寻找平凡生活幸福的指南针，我好像是这样写的吧，类似于这样子的。就希望大家2022年能够多读书，读好书。就像我刚刚有说，只有学习、阅读还有知识能够不断的让我们努力走出自己的局限，知识会赋予我们勇气，飞往自己的高山。下次见吧，拜拜。